钟哥，现在全世界的缺油危机越来越严重。我今天看到这一段画面的时候，我才知道一件事情：现在泰国抢油抢到真的是要疯掉，真的抢油抢到，还会滑倒、跌倒，就知道他这个状况是有多急的。对，没错。我们看这个人，这个穿绿色衣服的人，他要来加油的时候滑倒，为什么？因为他拿了容器下面来说加油的时候，结果没想到下面破洞，一直加油，一直加油，加不满的这个状况，所以他跑过来之后滑倒一跤。那个油很贵，不能漏的。对，没错。好，那为什么现在其实整个泰国呢，国家的所有人呢都在排队要抢油？你看，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是空拍图，他们全部都排成一直线，要做什么？要去，你看加油站在这边，他们要去抢加油啊！这也太长了吧？对，没错。那为什么会进入所谓的加油之乱呢？我跟他讲，我们台湾是因为中油吸收了部分的这个油价涨价，他们泰国官方从26号起，燃油每公升调涨6泰铢，6泰铢就跟台湾6块钱是差不多。你看这个调幅当然非常大，那么大一出来之后，大家完全你看都是深夜对，深夜他们是深夜调，他们就深夜跑出来。那时候是从深夜排到白天你看深夜马上就跑出来啊，跑出来大家就赶快去抢油啊，而且全部人都有带那个桶子啊。那应该带桶子去来说当然全整个泰国境内，从这个泰北到泰南，大家全部都在排队的一个状况。那没有这个排队排到很无聊的时候，知道人家他们做什么啊？泰国人不是很这个乐天吗？就那边跳舞啊。那边唱，他们已经到怎么样？我已经很早去抢油了，是，但没有油了，对，我能怎么办？对，跳舞，对啊，我只能这样解闷，对啊，不然我能怎么办？对啊，就他们跳舞，这边唱，他们也太乐观了，没办法啦，那现在只能够要么就在那边继续等到明天开放，或者说什么时候油罐车来之后我再来嘛，对。那甚至还有人去加油加到一半的时候加满了之后呢，就没有就跑掉了，霸王油。对，没啦，但事实上老板就说他可能加到油太开心就离开，他说他会给他一次机会，他再回来缴费的一个状况。在泰国的时候，巴蜀府这个地方有一个他是坐在这一台货车上面的司机，那他其实要去加油。他加油的时候，因为加油排队人太多，他怎么办？他就说好，那反正我就在那边等着那边加油，等要加油。但问题是，你知道泰国天气很热。泰国天气很热的时候，他就在加油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冷气打开，然后这个所谓引擎继续发动。就没想到了这个早上的时候，老板打电话给他没有接，想问怎么回事，就透过 GPS 定位说，定位他在这个加油站这个地方，那个加油站这个地方，赶快叫人要去看，就没想到他居然沉尸在他的这个车厢里面。他怎么突然死了？对，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他一直不断的这个发动引擎，然后他睡觉的时候就吸入过多的一氧化碳，然后不幸就中毒身亡的一个状况。所以他是排队排了10个多小时，对，没错。所以用发动方式，对，可能他的车也救了，对，所以一氧化碳就是一直不断进来，他就等于是他的车里被闷死了。你看泰国现在到处。你看，如果你现在去泰国看的话，你会看到，加油站现在是泰国最繁华的地方，很多泰国人都跑那个地方去。好，那实际上不是只有泰国这样啦，实际上连澳洲也是。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澳洲主要的炼这个石油是来自波斯湾，来自荷姆斯海峡，所以等于是说，你看炼油在内的石油中下产业受到影响。下个月抵达的6艘的燃油的这个运输船全部都没有来，所以目前为止，这个500家的加油站已经断油。所以你看这个澳洲的这个阿贝啊，你看他拼命的加油，对，你看他的车上拿了多少箱，还有到底要加多少桶啊？对，没错，你看后面人都已经跟他呛声，你几嘎后阿贝啊？你看里面一大堆一箱一箱的，大家想说你是加好了没有一个状况？对，然后你看他的车子里面这么多箱，这么多油桶啊，你看都是油桶啊，他都一直加。所以这个人不管怎么样，他是对澳洲人来讲，这是一个生存危机。当然啊，他用抢的也要把它抢到。因为澳洲地大物博，对不对？地广人稀啊，所以他们很多都是开皮卡车，对，很远的。我如果没有这个油的话，我就挂掉。好，那你看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一定是找了很多家这个加油站之后，找到有开，赶快加油。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加油站是这样子的，一些加油站就是这样。关门黑的，对，直接这个把它封起来，你不能够进来，因为为什么？500家的加油站没有油气嘛，所以你看能够加到油的是绝对拼命的加。好，那其实呢，现在澳洲呢，除了闹油荒之后，现在其实全世界还有另外一个担忧，你知道担忧什么吗？担忧粮食短缺。对那日本人也有在抢这个卫生纸。对，那台湾这几天我们的塑胶袋不是变得非常值钱吗？对，实际上那些因为你可能船运不进来的粮食啦，甚至是蔬菜、蔬果那些东西，甚至是这个跟一些石化产业的产品，大家可能都会很担心没有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一个还有什么？你看这个卡车司机也是这样。目前为止来说，他们的柴油完全都是没有柴油了，他们现在就直接的开到什么地方有柴油，他们也不知道。所以跟你讲，现在因为石油短缺的问题，的确造成了东南亚这些国家，甚至连澳洲都出现了一个危机的这个状态。瑞哥，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伊朗战事导致了全球能源危机。我们也在这次伊朗战事里面看到海马斯到底有多强。结果这东西不是台湾也有，台湾也要买吗？结果现在恐怕要出大事了。你看到今天这个也被人家说是发价书危机，现在是倒数48小时。如果这发价书没有出去的话，没有通过的话，海马斯非常真的无缘了。而这种无力感、这种悲催感，谁最知道？你看到这个人，他是国防部战规司长黄文启，他是中将哦，他竟然在立法院。他流下了男儿泪，他是个军人哦，这眼泪是什么？是非常无奈、非常悲催的眼泪。没错。那么，请问有哪一位军公教的这个人员呐，必须为了自己工作上面的事情，然后呢，在立法院的这个议场呢，那么几乎哽咽泪洒现场啊？这是一位中将，那么他的名字呢叫做黄文启，他是国防部的战规司长啊，战规就是包括我们的战争规划等等，包括武器的规划等等啊。对。那么他为什么会这样落泪？因为你要知道啊，你们不要再吵，不要再闹，不要再为了这个政党的私欲，然后在那边勾心斗角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3月30号倒数48个小时，我们的海马斯火箭弹要保卫中华民国的海马斯火箭弹。我们的 M109A7的自走炮，还有包括我们的托式飞弹啊，保护这个台湾的这些反装甲的飞弹等等啊，很可能就因为货不出第一笔的相关的款项呢，而因为这样遭到美国延后或取消。这对台湾影响最大，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海马斯火箭弹。对，因为我刚刚讲的另外那几项呢，虽然它的金额是几千亿，但问题是包括托式飞弹，包括标枪飞弹。包括 M109A7的这个自走炮，他们都是属于比较短距离的保卫。用最简单的话讲啦，中共登陆了以后，我们才用得着啦。对，哦，那问题是海马斯火箭弹不是这个样子的。而且你看哦，这个时间点付款期限3月30号，而且有确定哦，无法延期的。对，没错。所以你今天才看到黄文启为什么要哭？他是个军人呢，有多大的事情他没有遇到过？他竟然流下了眼泪。我跟你讲，从他哽咽的这个表现呢，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绝对是一个爱国的好军人呐。为什么？因为对，像我们非常了解台湾的战力，所以海马斯火箭弹呢，再过48个小时如果没有买到，它对保卫台湾我们的中华民国的生死存亡非常重要。没得买会怎样？知不知道现在伊朗还在打仗？对，伊朗还在打仗，还有乌克兰还在打仗，大家抢海马斯火箭弹抢成什么样子？中共去年底的相关的那个演习有没有？他指定要打击海马斯火箭弹，敌人在乎什么？表示他害怕跟畏惧什么？海马斯火箭弹非常的准确。那我们的这个中将呢？那么战规司长黄文启为什么会哽咽啊？因为你要知道，这是我好不容易去争取到的。我们现在的29套，你知道吗？我们29套里面呢，真正能够打300公里的只有80几枚啊，那个飞弹。你不要以为80颗很多啊。80颗，biang 打了没多久就再见了嘛。所以我们本来要多买了82套，总共有500多颗可以打击到，直接打到中共港口的，然后有2500多颗可以打到海峡中线的嘛。现在因为这样可能都没有了。那他是谁？黄文启是谁？我告诉大家，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哦。除了爱跑步，申将军呢还很爱跑步啊。他飞毛腿，他有飞毛腿之争。那么他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专长，他自学英文哦，这就了不起了。对，学到后来留学到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对，然后呢，紧接而来还有包括在蒙特瑞国际学院的这个口笔译硕士。那么2005年的班啊，那毕业，他自己本身的英文啊，听写读听写读说样样行。那么他的英文好到什么程度？在美国念到翻译名校的硕士。我们事实上也有一些我们的军队里面的军中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军官啊，对，也会讲英文，对，但是没有讲的像他那么溜的。他溜到什么程度？他溜到帮我们去争取相关的这个武器的规划的时候，可以直接跟美国的这个相关的那个人事武器这个出售的这些直接跟他辩论。他不用翻译，直接辩论以后还辩赢对方，你知道吗？这么厉害，好到那样的程度嘛。
你知道，你不要小看这些英文好的这些军官呐、我们现在的这个地表最强的坦克，当时就是靠一位军官跳过他的上级，直接跟他的上级报告。照理来讲，在军队里面这是大忌，对不对？对。因为他的长官就是不要买地表最强坦克，他为什么不要买？他认为美国人不会卖我们。美国人不会卖我们，你要试试看呐、他就不愿意试，所以他认为这很可惜。台湾需要我们的我们的这个M60的这个 A3的坦克很老旧的嘛，他就跳过他的长官，对，然后呢跟另外一位长官报告，那英文很好，授权给他到美国去谈了以后卖给我们了。这个战柜师长黄文启呢去跟对方谈，然后好不容易谈到海马斯火箭弹都可以买，报价书。我们的在野党就因为坚持要报价书，你知道为什么报价书不能用报价书的时间来开始编条例来编预算？因为报价书就已经等于我们的国防部要先跟美国谈，对，谈好以后他会过滤，对，哪个要卖你，哪个不卖你，然后他会通知我们跟国会。等到他通知国会的时候，通知我们的时候，就是准备要报价书开出来要卖你了。那卖你呢要给钱呐、你买武器是要一笔一笔的给你的，第一个头期款要付啊。30号就是海马斯火箭弹的第一笔的头期款，付不出来，你的海马斯火箭弹往后延，可能还取消。那问题来了，那个立法委员就很天真的讲说，你就去跟他延后嘛，不好意思，他去谈了。美国安全合作局的局长非常的强硬，他说台湾没有延后的条件。台湾没有延后的条件，我问你该怎么办？我们好不容易有这么世上最棒的一个最精准的海马斯火箭弹，为什么你要阻拦我们不保家卫国，让敌人有机会消灭侵略我们台湾呢？文珍姐，最近大家都在讨论一件事情，当柯文哲17年被判了之后，泰报说什么？因科涉事，黄国昌再修纪律评议准则，还有什么？柯文哲是因为被迫害，所以他不用除党籍。但是有趣的是什么？党内现杂音。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刻？你明明就知道这么急，昨天才刚完，今天马上就要休。对，党内有杂音情况下，你要做这么多的事情，黄国昌你到底在盘算什么？是第一件事情，我们来看之前的黄国昌。黄国昌在2018年7月5号，你有没有看到下面一个贴文？贪污就去坐牢，不要再鬼扯了。就现在，黄国昌不仅鬼扯，还竟然帮柯在那边因科涉事，把这个捆龙锁都给松绑了。而且我跟你讲哦，如果你要修改也不是不行，可是你要照 K 纲行啊。什么叫照 K 纲行？第一个，你要先告知这个他们的民众党的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委谁李伟华嘛，说我那个主委我们要修改，那主委要发通知，要中央委员会大家开会，开会之后要经过全代会，全部都通过之后，你才可以修改嘛。对。结果我刚刚讲的3个步骤，全部在1天之内没有做，但黄国昌说我们宣布过了，我说的算，我说了算。你看，你看他修改什么？第17条，你看到？他多了一行字，多了哪一行字呢？你看哦，他说，但经中央评议委员会认定有重大之特殊情事者，不在此限。对，就是这一句，太荒谬了吧？请问一下，这是司法案件，你们这个中央评议委员会有办法把它认定成是是政治追杀？为什么你们说政治追杀就政治追杀？第二件事情，你要知道，你们这个所谓的违反廉政公约，从之前高虹安已经改过一次。对，你知道2020年民众党他们最原始版是什么？他们最原始版是你只要被起诉，你就要被开除党籍。对，后来看到高虹安被起诉了，他们就偷偷修改，改成说经一审判处有罪，才要考虑最终要开除党籍。后来高虹安被判处有罪了嘛，一审嘛，结果后来高虹安人家很阿萨里，第2天自己退党。好，那你柯文哲经一审判处有罪，人家高虹安才判7年多，你柯文哲判了17年结果你死皮赖脸不走不走之后还要黄国昌在那边帮你因科涉事，帮你解开捆龙锁。那你现在问我，黄国昌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为什么要这么急？昨天才刚发生，今天他宁愿去得罪其他人哦。对，第一个有人层次是想什么？黄国昌现在刚好可以对柯文哲在那边
应该是雪中送炭嘛。对。然后呢，就代表着说，哎呀，我还是跟柯文哲表忠心啊，我们两个是同一艘船的。他在表忠啊，用表忠这个方式来对所有的这个小草下一个命令啊，什么命令？哎，我跟你们一样是对柯文哲这个部分，我们要极力来抢救柯文哲啊，所以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吸取凝聚小草对于黄国昌这个党主席的一个向心力哦，这个是用比较好的方面来考虑。对。那第二个，哎，有人在讲啊，哎，其实哦，这个捆龙锁一开了之后啊，黄国昌自己可以受贿啊，因为黄国昌也可以受贿，因为黄国昌现在也有一个案子是贪污的被告，所以如果万一黄国昌在一审也被判有罪，哈哈哈，没关系。因为柯文哲这个捆龙锁已经松绑了，所以他自己本身也不会有这个受到限制的问题。但是有另外一个方面啊，这是朝着好的角度来讲，朝阴谋的角度，朝邪恶的角度，朝腹黑的角度，你知道说什么吗？他要干嘛？我黄国昌是故意的，我就是打破了这一项，到时候就会有人在会议里面说，哎，等一下，这个不能放宽啊，因为你没有经过全代会，只要有任何党员去检举你这个东西，就是变成伪造文书，就不能生效。不是，这句话很可怕，这代表一件事情，当今天黄国昌把这抛了出来，如果有人去检举，有人没那么满的话，这同时也代表一件事情呢。民众党真的要去切割柯文哲嘞，是有可能就黄国昌等于是以退为进的方式，感觉上好像我们要帮个阿贝主持公道的名义，但事实上让阿贝到如果完全这个捆龙锁没有办法，对，阿贝要被自己的党给开除啊！我问你，失去了民众党的柯文哲，他还剩下什么？还能玩吗？还能玩吗？你还能号召出这个什么多少小草吗？哎，两个人其实还在那边，到底是好朋友还是后面下毒手都很难讲啊。但是可以确定一件事，什么一件事呢？这两个人哦说话哦都朝夕令改，都欧北共啊。为什么？我们先找出柯文哲，你看哪一年？2023年12月5号，你把他讲的话讲出来。他说什么？哎，他说要相信制度，不要相信个人，建立可长可久的制度，才能让国家永续发展。制度，结果遇到柯文哲就转弯，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哎，结果只要我天皇犯法拍谁，我要量身定做，解开所有对我不利的。所以黄国昌现在这一招狠啊，他到底是真心要帮阿贝来解脱，还是事实上以帮助阿贝啊这个不能被开除党籍为由，但私底下是为了让柯文哲真的有可能因此而被他的民众党彻底的没有任何关系。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